嘿，各位，今天这个视频呢是大家敲碗很久的 XMode 究竟要怎么玩？因为在近期呢 ，Funder XYZ 呢，他们大家都知道嘛，他们呢有 Y Mode 有 Z Mode， 但是就是少了一个东西叫做 XMode， 对不对？那么在近期的时候呢，他们终于推出了 XMode，OK， 这样现在我开着的就是他们的一个条规啊，还有这个 XMode 的rules，OK 规则。那你要怎样子去看到这个地方呢？很简单 ，OK， 首先呢，你开到你的 Funder XYZ 的 account， 然后呢，你去到你左手边 Trading Academy Challenge Rules， 你按下去，基本上 XMode、Y Mode、Z Mode 都会有了 ，OK， 可以吗？所以呢，这个呢，你们也可以自己去看哈，它所有的这些重要的资讯，它有什么样的地方啊？我们在考试的过程啊，有需要去注意的地方，或者是讲说它的一些条规跟 Y Mode、Z Mode 又有什么不同？其实我已经细分了。So 比起 Y Mode 跟 Z Mode 呢 ，X Mode 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是 Instant Funding， 也就是说，当你购买的那一刻，你是直接去到了 Funder Stage， 就是没有所谓的什么 Stage 1， 没有 Stage 2， 好不好？如果你有 Profit， 你直接按 Withdraw 的话呢，你是直接可以拿到钱的，就是这样，好不好？所以呢，它是没有 Examination Stage， 就是没有所谓的考试。OK， 所以这是它最大的特点。那么当然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其他的特点。等一下我一一跟你讲。我会先从比较简单的先慢慢去到重头戏。所以呢，越后面你就要越仔细听清楚。OK， 各位在开始之前呢，你一定要使用我的 UFC 的连接去注册一个 UFC 的 account 先，然后再从 UFC 里面去找到 XYZ。那么当你在去购买这个考试不同的考试等级的时候呢，你是可以享有至少有一个 10% 的这个回扣。你要知道每一个回扣呢，对你来讲，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一个降低成本的机会，所以千万不要放过这个非常好的机会，好不好？那么以后如果有什么优惠活动，它都会自动因为你已经使用我的连接，它都会全部自动drop 在你的这个对的账户 ，OK？ 所以呢，这里一定要记得开始之前一定要使用对的连接。OK， 所以讲到 Instant Funder 的话呢 ，OK， 大家第一个东西一定要问的就是关系到出金嘛，对不对？一定是最好奇的。这样对于出金的这个机制呢，其实非常简单啊，我直接跟大家分享。OK， so 在那个官网里面，你们会看到 Pay Out Anytime， 就任何时候你可以去做这个出金。OK， 这样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讲呢，一天你可以做一次。OK， 就比方说现在是7点。OK， 现在你 request for 那个 withdrawal 的话呢 ，OK， 12点过后它就会 approve 你。那么 approve 你了过后呢，隔天你又可以再 request 多一次，好不好？所以呢，简单来讲就是一天一次，12点过后 refresh 就对了。然后 minimum 100块 ，OK， 然后你 request paid out 的时候呢，记得不要去开任何的单，好不好 ？OK， so 也就是讲说今天 OK 你 profit 了，你决定 withdraw， 这样你就 withdraw。OK， 你做出金的时候呢，过程不要再开任何单，等到你收到钱然后你要开单的时候，你再开单，就是这样简单。OK， 所以呢非常直接，然后也很快，它基本上每一天都可以做 payout。Profit limit 什么意思？就是它没有所谓的盈利的上限就简单来讲一句话，你就 do your best 去赚越多钱越好，因为它不像。好像比方说之前的一些模式你最多只可以赚10%，只可以赚12%，没有，它这一个是直接没有天花板的。好，那么我就要讲一下，就是关系到杠杆和风险的东西。OK， 首先呢币种我们就有分成就是 BTC，OK Solana、Ethereum、XRP 罢了。OK， 4个币种而已。OK， 那个杠杆呢可以开最少1到100倍。OK， 这个非常的直接。那么这个呢大家就要注意了 ，max position。OK， max position 呢究竟是可以多大的仓位？其实就跟你的拿的那个资金等级是一模一样的。OK， 就比方说，假设我们拿的是1万的1万的这个资金等级。OK， 这样你的最大仓位就只能够跟你的资金等级一样，也就是1万。OK， 那比方说你是拿2万5，那最大的仓位就只能够2万5，就这样。OK， 千万不可以去超过，因为如果轻的话呢 ，XYZ 可能会警告你；重的话呢，他们是有权利去直接让你的这一个account 失败。OK， 所以这个大家在做交易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的。OK， 下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订单。对，订单的话呢，进场只能够使用限价订单，也就是 limit order。OK， 那么离场的话呢，可以使用 market， 也可以使用 limit order， 没有问题。所以这个非常的直接 ，OK， 所以有可能你会讲说，我的策略是需要突破然后直接进的，那可能对于这一类人有少少的劣势 ，OK， 当然你也可以这样子做，就是当它突破的时候呢，你在一个非常近的价位去进行这个limit order，
也是可以。好，那我就讲到这个 inactivity， 就是这一个未激活状态。OK， 什么叫做未激活状态呢？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在 X mode 的时候 ，OK， 只要你太久一段时间你没有去做交易的这个活动 ，OK， 那他们就会视作为你这个账户已经是没有在激活，没有在活跃了，那么他们就会直接 fail 掉你的这一个账户，直接让到你的账户失败。OK， 所以多久呢 ？X mode 的话呢，20天，只要20天你没有任何的交易 ，OK， 就会被视作为是没有活跃的。OK， 这样相比起来，之前 Y mode 的话是30天啊，这样子。那要怎样子去 counter 这一个局面？其实也很简单。OK， 你知道可能过后你要忙，你或者是讲说你跟我讲你这个月很难找到一个好的机会去进场，所以你就迟迟没有交易。那这个你就要自己知道咯。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你就需要去开关一个很小的单，明白吧？就是你 limit 在一个很近的价位，以一个很小的仓位 ，OK， 然后进场了过后直接关掉啊，就是这样OK， 当然另外一方面呢 ，XY 这个团队肯定也会通过 email 的方式去 remind 你。OK， 去通知你，提醒你，跟你讲说 ，OK， 多几天，其实你就要遇到这个20天的这个 inactivity 的这个情况 ，OK， 所以你就需要去注意你的 email 到底有没有收到 XY 这个 email， 好不好？不要再miss 掉了。好了，各位，现在呢要跟大家讲 X mode 的另外一大特点就是 Fund Add On，OK， 如其名啊 ，Fund Add On 简单来讲就是你的资金是会去增加的。OK， 好不好？所以你要怎样子去达到这个条件，去让 XYZ 增加你的这个资金总量呢？当然不是在需要用钱买还是什么，还是在给什么费用，不需要。OK， 当你达到了一个条件，只有一个条件，你的资金总量就会被增加。OK， 它的条件呢，就是当你达到了10个百分比的出金。OK， 这样子讲呢，就是简单来讲，就是说你假设今天是1万 ，OK， 1万的资金等级。然后呢，在做交易的时候呢，你成功了，首先赚了一个200，OK， 然后出金300出金，然后再赚一个500出金，这时候你是不是赚了1000？1000呢，就等于是你1万的18%，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成功全部出金了 ，OK， 你达到了18%，这个时候你的账户会有什么变化？就是会从1万变成12000，会从1万变成12000，OK， 增加20个百分比 ，OK， 所以每一次只要你触发 Fund Add On， 你的账户就会增加20个百分比的资金总量 ，OK， 可以吧？所以呢，以此类推，如果你在12000，你一样触发到了这个18%，OK， 最少18%的这个出金 ，OK， 它就会去到再增加一个28%，然后下一次再增加28%，再增加28%，OK， 所以呢，这一个方向其实是对于那种有能力去做到一个稳定这个盈利的交易员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息来的。OK， 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去经营。你只要经营这个户口越来越久，就代表说你的这个资金是有一直在增加，OK， 可以吗？所以好，我们继续下一个呢，我就会讲到说关于到回撤 ，OK， 这个回撤是跟我们考试这一个考试能不能够一直持续下去是有一个直接的关系的。如果你不小心去触发了这个回撤的条规，那你的这一个户口呢就会失败。OK， 所以来我们现在开始。首先呢，我们一样从1万块作为一个例子，然后呢，我们就有每日的回撤大家都很熟悉嘛 ，daily drawdown， 然后呢，一样是12点进行更新，所以这个就不需要再重复讲了。那么当然我们有最大回撤 max drawdown，OK， 这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叫做 fixed drawdown， 就是固定回撤。究竟什么是固定回撤？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讲一下。OK， 首先我们先从每日跟最大，每日跟最大呢依然是一样负 4.5%， 所以呢就等于1万的450，450，所以这个就是它最大回撤和每日回撤的那个数额。OK， 这样固定回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起百分比，今天呢你的这个账户一开始的 4.5%， 就是450块，将会是永久性的固定回撤。OK， 这样什么意思呢？我直接用这个例子来告诉你。OK， 这里你看到我有括弧这个 even fund add on。OK， 这样聪明的你大概就猜到已经是什么东西了。OK， 首先呢，当你从1万 OK 中间你就去 grow up。OK，grow up 就是 fund add on 啦。OK，fund add on。然后呢，你到了2万，假设就到了2万 ，OK， 到了2万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有什么变化？我们的 daily， 我们的每日回撤，我们的最大回撤 ，OK， 这个时候呢就不再是固定在于 4.5个百分比，而是固定在于450
450这一个数目 ，OK， 固定在于数目，不是百分比 ，OK， 这样子讲呢 ，OK， 相信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数学，你的450，OK，based on 2万的话呢，只不过是 2.25%， 好不好？但是如果今天呢，当你在经营这2万的资金 ，OK， 你有一张单啊，不小心呢，或者是2张单 ，OK， 或者是每日回撤 whatever， 你只要有一个负450啊，那这个时候你的户口呢就会失败，明白吗 ？OK， 所以我才讲说它有一个固定回撤，到后期呢，它只是会针对于你的这个数目，而不是百分比。你看，如果照百分比来看的话，负 2.25%我们会失败吗？我们不会失败，对不对？但是呢，就因为它设了一个规则它是固定在于450这个数目，所以呢，比方说当后期的时候，那2万的时候 ，OK， 你有一个回撤450 daily drawdown，OK， 这个时候会失败吗？会失败。如果你累积到来有一个 max drawdown 450，会失败吗？会失败。OK， 可以吗？所以总之到后期呢 ，fund add on 过后呢 ，OK， 它会针对的是这一个数目，就是一开始你的资金总量的 4.5%， 好不好？然后呢，去把它固定起来。OK， 当然，如果是除了2万，比方说你是14000 ，OK， 你是负 3.21 个百分比但是它依然是有中了这个负450的这个资金量 ，OK， 那这个时候会失败吗？还是会失败？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OK， 这一个就是固定回撤它存在的会产生的一个后果 ，OK， 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再听多几次，消化一下时间。如果不懂的话呢，可以在下方留言，可以让我知道，没有问题 ，OK， 让我来协助你 ，OK， 那么。drawdown 回撤讲完了过后，我就要讲下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重磅的一个function 对于 XMOOD，OK， 我们叫做 Auto D Drawdown， 我们简称叫 ADD，OK， 那么这个 ADD 究竟当它行使了过后，你的户口会发生什么东西 ？OK， 这里我就跟大家解释。首先，你要行使去激活 ADD 的话呢 ，OK， 它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当你的盈利 ，OK， 你的 profit 超过 5%。OK， 超过你的原本的那个资金级别的 5% 就够了，它就会被行使 OK， 而且一行使呢是直接永久性行使，永久性激活，它不可以被 reset， 不可以被重置的，好不好 ？OK， 所以呢，这里呢我就会谈到说有2种情况 ，OK， 2种就是你的盈利的情况 ，OK， 会去触发这个 5% OK， 首先第一种就是 unrealized profit， 就是说那种浮动性，你还没有关单的，可是呢，当我们的 profit OK， 你们的账面。你看着 OK， 现在加 4%， 加 4.9%， 然后加 4.95% 到加 5% 的时候，它还在浮动，你没有关单，可是它直接 trigger 到 5% 的盈利的时候呢 ，ADD 会被行使吗？会，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已经 realize， 就是你已经关单，然后你累计下来的盈利超过 5% 也会被行使。OK， 这样子讲，比方说你第一张单赚了一个 2%， OK， 第二张单你赚了一个 1.3%， OK， 第三张单你赚了 2.25%。可是当它只要赚累计超过5个百分比，那 ADD 就会被激活，明白吗 ？OK， 这一个呢，就是当你没有做促进，你累积你的盈利的时候这样子就会。如果你做促进还会吗？比方说你讲说我赚了一个 2%， 我做促进 ，OK， 我赚了 1.3%， 我做促进，这个会去激活 ADD 吗？不会 ，OK， 听清楚吗？一个是有 withdraw， 一个是没有 withdraw，OK， 那比方说。这个，然后你做 withdraw，OK， 然后这个时候你 2% 你做了出金，这个时候我问你，你的账户是几%？是不是变回 0%？ 对不对？因为你把 2% 的那个盈利拿出来，那么现在是 0%，OK， 这样下一次赚了 1.3%， 你再把它拿出来 ，OK， 这个时候你的账户回到几%？也是 0%。所以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呢 ，total profit 你一直 withdraw 的话，这里是0，不是 5.5%。你明白吗 ？OK， 所以这个就是你有做促金跟没有促金的那个差别。OK， 所以这个点非常重要。要不要去激活 ADD 的话呢，就取决于你自己。当然，我讲了那么多，我还没有讲说激活了过后你的账户会有什么样的变化。OK， 所以我现在才要讲。所以，当你激活跟没有激活的差别在哪里呢？来注意听哦。OK， 没有激活的时候呢，你的账户情况是这样子的。OK， 比方说我们从1万 ，OK， 1万，然后呢，我们的每日
每日这个回撤是负450，也就是负4.5%。OK， 然后我们 max drawdown 呢也是一样。OK，max drawdown 也是一样。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我加了一个 terms， 这个是我自己加的，叫做 bottom line， 就是你的这个账户的最低底线，你的底线 ，OK， 你的账户底线 ，OK， 账户底线 ，OK 啊 ，OK， 你的账户底线呢是9550，怎么来呢？拿1万减掉450就等于9550。如果你的账户的余额 ，OK， 只要它的 balance 动到9550，你的户口是不是会被失败掉？对不对？所以这个呢就是账户底线。OK， 那么当你激活了 ADD 过后呢，你的账户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来，首先呢 ，OK， 这里呢我就把 capital size 变成 latest balance，OK， 就是接下去嘛，对不对？我们从1万变成了这个10500，因为你赚了5%，这个时候呢 ADD 会被这个 activate。OK， 那 activate 过后呢，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每日的回撤有变吗？没有变，没有变啊。OK， 它会变的东西呢就是这个东西 ，OK。就是账户底线，账户底线呢就会从原本的9550变成1万 ，OK， 变成1万，就是你一开始的资金 ，OK。那么这个时候呢，还有什么东西变化呢？当然就是你的所谓的这个 max drawdown 最大回撤，最大回撤呢，它会变成一个 gap， 它会变成一个 gap，OK， 就是这个 gap 呢，就是这个1万到10500之间的那个 gap， 也就是这个5%，OK， 好不好？那么之前讲的那个 fix 这个固定回撤会怎么办？固定回撤呢，当它行使 ADD 过后，固定回撤就会被废除了 ，OK， 就会被废除。对于最大回撤会被废除 ，OK， 好不好？所以呢，对于每日来讲还是一样是450，明白吗？但是对于最大回撤来讲呢，它的这个450已经不复存在，可以吗？所以呢，简单来讲就是当你到了10500。这个时候如果你输比方说你输一个2%， OK， 你再输一个3%的时候，对不对？你输2%第一天，你第二天输这个3%， OK， 这样这个时候你没有去达到这个每日的回撤，但是呢，因为你的 gap 5% 已经被你消化完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账户会怎样？会 fail， OK， 明白吗？好，所以呢，当你要去行使，你要去激活这个 ADD， 在它激活之前，你就要去想清楚你的策略，或者是你个人的资金管理的策略，不是你的技术分析策略。OK， 你的资金管理策略究竟是偏向于要激活 ADD 还是不要激活 ADD？ 这个你要想很清楚。那么我再做一个补充，上面这一个 case，OK， 上面这一个 case 就是有固定回撤的，这一个呢是没有 ADD 的，就是 before ADD。OK。可以吗？所以因为没有 ADD 的情况下，它是有这个max drawdown，OK， 它是有跟着这个固定回撤，明白吗 ？OK， 所以不明白没有关系，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进一些 case study， 就让你知道，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它到底是alive， 就是还存活，还是它会失败 ？OK， 所以接下来就到 case study 的这个环节。首先第一个案例 ，OK， 我们假设 OK， 我们的户口是10800 ，OK， 1080010800呢，我们肯定是从1万开始的，对不对 ？OK start 所以呢，当我们如果做这个出金，我们 withdraw 800，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户口又会回到1万，对不对？这样如果你做这个动作的话啦，你的户口会怎样 ？OK， 你的户口这个时候呢会直接失败，为什么？因为呢，它的 bottom line 呢是直接底线直接变成1万，然后呢，你做这个动作呢，无疑就是直接去打到 after ADD 的户口的最低底线。好不好？所以呢，这里给大家一个劝告就是当我们做出金的时候呢，必须要考虑到这一点。然后呢，不要把所有的钱去做出金先，好不好？你可以做部分，但是你不要做全部。OK， 可以吗？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一样是10800。OK， 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张单 ，OK， 我们一张单直接输一个500，这个时候就剩下10300。OK， 像这个就很明显啦，是直接是失败的。为什么呢？我们是直接打到了那个 daily 每日回撤 ，OK 这个 4.5%， 也就是这个是450，所以呢这个是很直接的，好不好？所以这个大家要记得，就是去 adjust 你的那个 position size 也好，或者是说你的那个 damage， 因为你的这个钱包损伤。OK， 好，再来第三 ，OK， 第三个案例呢，就是一样是10800
一样10800。首先第一天我们输了430，输了430。第二天我们输了200，total 呢我们输了差不多630，剩下10170。这个时候你的户口还存活吗？还是存活的。为什么？你第一没有去触发这个每日的回撤，第二没有去触发那个户口的底线，也就是1万。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户口还是存在的。OK， 再来第四个，第四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从1万，假设我们去到了成长到了2万 ，OK， 成长到了2万 ，OK， 这个时候呢是没有 ADD 的，没有 ADD，OK， 然后呢我们亏了一个3%，也就是这个账户的3%，也就是亏了600，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账户会怎样？答案是会失败 ，OK， 会失败，为什么？因为我们就触发了固定回撤的450，OK。这样你会讲说，我都没有触发那个负4.5%之前我就有讲过了 ，OK， 它不是对准那个百分比，它是对准450这个数目，好不好？所以呢这个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还是要注意一下 ，OK。那么第五个例子呢，一样是从1万 ，OK， 我们成长到了2万 ，OK。那么这种情况在我们变成2万之前，这个户口已经触发了 ADD， 已经激活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2万赚了1500，这个时候来到了21500 ，OK， 我们的账户。那这个时候呢，接下来的每一天，第一天 first day， OK， second day， OK， third day， 第一天我们输了430，第二天输了410，第三天输了370，这时候我们的账户剩下2万又290。这时候我们的账户是会成功还是失败呢？答案是成功。OK， 首先第一它的变化就是呢我们的每日回撤还是一样在负450固定嘛 fix。OK， 固定回撤。好，第二我们的账户底线是2万 ，OK 是2万好，再来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累积回撤其实到了负1210，怎么来呢？这3个加起来 ，OK。好不好？然后呢，我们的最大回撤的那一个gap，OK， 就是那个空间呢，其实是足足有1500。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盈利1500，所以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它有没有去触发任何的条规而导致到你的账户失败呢？其实是没有的 ，OK， 所以也就讲说你的账户是生存的 ，OK， 明白吗？好，所以呢接下来最后一些东西还要跟大家继续分享 ，OK， 首先呢就是什么东西该做，什么东西不该做，就是其他条规。首先第一个，当然我们是需要做验证，需要做 KYC 的。然后呢不允许有多个户口，被抓到的话呢 XYZ 也是有权利去直接失败掉你的户口，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注意。那么再来的话呢，当然这里还有其他的一些条规，大家也是需要去注意，好像比方说不允许 API trading， 不允许 VPN。OK 就是讲说你在国外然后你去开 VPN 这个动作其实也是不允许的那么还有就是一样就是去达到那一个回撤，一样达到回撤一个东西 OK 可以吗？那么允许的东西呢，当然就 overnight 还有 weekend 没有问题，这些完全没有问题，好不好？然后你用你自己的手机，用你的 data 去做这个这个交易也是没有问题。OK， 那么最后还有另外一个非常让人是很兴奋的东西，就是除了有 Fund Add-on 以外，最后一个 XMode 的这个特别之处就在于 Profit Split。OK， 一开始的时候呢它是有分 tier 的，我们一开始都是 Junior。OK，Profit Split 就是70%，也就讲说，比方说我们要去做一个 Withdrawal，OK 1000，这时候我们就会拿700，OK 70% 的这个 Profit Share。OK， 那么如果你想要去成长到 Pro Elite 甚至是 Aura 的话呢，要怎么做呢？很简单，如果你想要从 Junior 提升去 Pro， 也就是80%的话 ，OK， 你需要做到的东西就是，当你在70%的时候，你需要总共做至少 minimum payout， 就是至少5次出金，然后呢至少累积总共$5000。OK， 那么你达到了这2个要求过后，你就会变成80%。那么当你从80%要提升去85%的时候，yes， 你就是要同时达到8次的payout，还有总共1万累计。OK， 明白吗？所以这里就是觉得非常的清楚了。OK， 所以呢这个影片呢就先简单的跟大家分享所有这个 XMode 的细节条规，好不好？尤其是可能 Fund Add-on 那边还有 ADD 那边
大家要再多消化多几次，如果不懂的话呢，大家记得在下面评论给我知道，我会尽我的能力去辅助你们。所以当然，如果这一个视频对你有收益的话呢，帮我按赞、订阅、分享给你身边要考这个 Prop 的朋友。